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叶婷。最新的猛料来了，93大阅兵刚结束，张幼霞的嫡系82集团军居然拒绝撤回驻地，直接留守金鸡，这可是破天荒的大事啊！按中共规矩，野战部队没有3巨头签字，根本不准驻金。结果这次82军硬是留了下来，理由还说是保卫党中央。外界都在说，这像不像是现代版挟天子以令诸侯？难道枪杆子已经开始指挥党了？与此同时，习近平的人马接连出事，李强的老巢浙江能源系统有人落马，陈敏儿的贵州旧部也被查，甚至连彭丽媛的山东帮成员王晨都被免职。地方大员则开始选边站，江苏省委书记直接跑去胡锦涛的老家泰州示好，这不是明摆着在放风向吗？朋友们，这一连串的动作拼在一起，像不像一场无声政变？四中全会还没开呢，权力格局就已经翻盘，习近平真的还能稳住吗？据海外时评人士江峰爆料，在93阅兵彩排中，为了展现国产化成果，中共党魁习近平坚持使用国产电动检阅车，结果由于电池过热，车辆起火，将车上的替身模型当场烧成焦炭。这件事被全面封杀，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幼霞握有全部证据，一旦公开，将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难堪的丑闻。而直接的对抗发生在北京阅兵后，参加阅兵的张幼霞嫡系第82集团军拒绝返回驻地，选择留守金鸡，给出的理由是保卫党中央。按中共规矩，野战部队绝不可在未经军委主席加2个副主席共同签字的情况下驻守首都。这个铁律如今却被打破，意味着现代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格局正式形成。手握军权的张幼霞掌控全局，最高层已经名存实亡，军队趁机翻盘，将党指挥枪变成了枪指挥党。为了防止习近平在南海借擦枪走火制造战争，近日中共的军舰宁肯撞烂自家海警船船头示警，也要掐灭习近平制造战争，以求政治上的翻盘。如今军舰返回基地，台海战机不再越线，中共的军舰对外国军舰也只仅做远距离监控，绝不挑衅，成为中共军方对战争的集体否决，用实际行动粉碎了其挑起战火的所有可能。根据各方爆料，当前的中共高层正在上演一出猎人与猎物反转的惊天大戏，戏的主角当然就是张幼霞了。去年3中全会前，习近平清洗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最终的剑锋直指当过装备发展部部长的张幼霞。张幼霞当时已是危在旦夕，但就在3中全会之上传会议期间，后来也证实了习近平疑似中风倒下，给了张幼霞和党内元老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了过去1年多匪夷所思的一幕幕，大批习家军将领和高官纷纷落马失踪，而张幼霞不仅安然无恙，反而成了军队里唯一说一不二的实权人物。全军的联合演训都是张幼霞一人主导，习近平完全无法插手。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无声的政变已经完成，军权已经事实性的从习近平转移到了张幼霞的手中。地方官员选边示好习家军频频出事，舆论解读是剪羽毛。如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近日在教师节来临之际
直奔泰州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前中共党魁胡锦涛的母校就在泰州，近日传闻他是幕后主掌中国政局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儿子中共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也在与其工作不相干的公开场合频频露面。信长兴选择去胡锦涛的故乡视察和探望一线教职员工，以实际行动向胡锦涛示好，释放出选边站在胡锦涛力挺中共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一方的信号。胡锦涛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作为前党魁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胡春华虽然淡出常委，但在经济领域仍被视为温和技术官僚代表。他也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党内接班人。只不过中共20大上，他被习近平排挤，被人们称为废太子。但随着习近平的失势，他又重新走入公众视野，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格外的关注。而习近平的习家军党羽纷纷出事。9月12号，中共中纪委援引贵州官方消息称，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徐浩是曾主政贵州的习家军陈敏儿的旧部。陈敏儿当年将贵州大数据打造为政绩工程，并获习近平站台。去年以来，贵州官场塌方式腐败也涉及习近平一度吹捧的大数据领域。贵州首2任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多名大数据国企高管，以及贵阳连续4任市长，分管大数据的贵阳副市长、贵安新区2任1把手、3任2把手等先后落马。贵州大数据领域大范围腐败，证明习家军陈敏儿的政绩工程形同烂尾，也直接打脸习近平。9月11号，王晨被免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职务。王晨是山东人，首都医科大学毕业。2018年1月起，王晨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暨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3月任中共全国政协常务委员，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同年7月，在学院首页发表召集我国4+4临床医学教育模式，首创医学精英教育模式试点班。2025年4月，因协和4+4试点班第1届毕业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外科住院医师董习莹被举报与中日友好医院医生肖飞有不正当关系丑闻后，他的4+4临床医学教育模式受到广泛质疑。他也是近年来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山东帮重要成员。这次的被免职被外界视为对习近平的剪裙边。而习近平的马仔、中共总理李强的老巢、浙江省的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童亚辉也出事了。据中新网9月12日引述浙江省纪委监委消息，浙江省能源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童亚辉因严重违纪违法已被立案调查。同一天，陈敏儿的另一位旧部中国石油贵州销售分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袁瑞森也被官宣立案调查。3件事看起来互不相关，但都集中在习家军党羽出事，也被视为习近平权力衰落的信号，特别在中共4中全会前的敏感时刻尤为引人关注。高层角力不止在人事，还有经济背景、房地产疲软、地方财政吃紧、外资观望，加上国际环境不确定，都让执政压力变大。
一些分析认为，经济表现会直接影响领导层在党内的声望。中共四中全会若要讨论新的经济方向，谁能主导议题，谁能抢话语权，就关乎派系的博弈结果。中共四中全会本质上是一次例行中央会议，但对外界来说，它是观察高层权力分布的少数窗口之一。首先是人事调整名单、政策方向声明都能提供派系角力的线索。其次，如果会议后有重要岗位出现补位、免职或晋升，也能看出谁的影响力在增强，谁在减弱。不过，最终要看的是公开决策和正式人事布局，这些才是判断中国最高权力版图的硬指标。然而，在中国经济艰难运转的当下，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尖锐，县中市的暴力事件频发，说不定一个火星的处理不当，就会点燃像尼泊尔 Z 世代革命的怒火。24小时推翻共产党政权的运动，或许在中国上演。你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